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18年逆袭路，她凭什么成内娱双标杆？2025年内娱巅峰王者赵丽颖穿 George Hobeika 高定引爆时尚圈，操盘与凤行创意园分账，从飞天奖双料视后到戛纳主竞赛入围，18年逆袭成就资本女王与演技标杆的双重传奇。在2025年的内娱舞台上，赵丽颖无疑是最为耀眼的存在。她以高定女王与资本操盘手的双重身份，持续霸屏，成为现象级焦点，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时尚领域，赵丽颖宛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划破天际，留下绚烂轨迹。4月7日直播中，她身着 George Hobeika 第10套高定礼服惊艳亮相，森林精灵造型瞬间引爆全网。这不仅有力打破了借不到新品的质疑，更创造了品牌官网访问量暴涨300%的商业奇迹。她凭借独特的时尚嗅觉，每一次亮相都能精准捕捉潮流脉搏，成为时尚界的风向标，让高定礼服在她身上绽放出别样魅力。投资经商领域，赵丽颖展现出了非凡的商业智慧，构建起内容加资本的双轨生态。通过蓝色沸点等公司参与聚集投资，她开创了片酬加投资的双收益模式，与凤行作为出品人分账超1亿元，成为行业典范。在珠宝设计方面，她深度参与戴比尔斯 NCHANTE DLOTUS 系列设计，将东方美学融入其中。成都 SKP 首发当日销售额破1000万，推动品牌百度指数提升180%，实现了文化与商业的完美融合。其控股的稻草熊娱乐市值达66.9亿港元，资本版图覆盖影视制作、特效公司及实景园区，形成以戏养地、以的补戏的闭环，彰显出强大的资本运作能力。演艺成就上，赵丽颖完成了从古装小花到主流认可的华丽转身。2024年，她凭风吹半夏许半夏一角斩获飞天奖、金鹰奖双料视后，成为85花中第3位集齐飞天、金鹰的演员。电影领域同样成绩斐然，第20条中聋哑农妇郝秀萍的手语表演助其摘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同年获亚洲电影大奖新世代奖。2025年，向阳花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素颜诠释底层女性的演技突破，被业内视为金鸡奖有力竞争者。此外，她主演的与凤行创下平台2024年播放纪录，非遗手办众筹破1200万元，充分印证了国民度加商业价值的双重统治力。从河北廊坊的电子厂女工到资本市场的隐形女王，赵丽颖用18年时间书写了圆脸女孩的逆袭传奇。她以穿一件爆一件的时尚嗅觉引领潮流，以买脸迷里的敬业态度塑造角色，以内容破圈的商业智慧开辟赛道。在娱乐与资本的博弈中，她独树一帜，成为内娱演技与商业价值双标杆的现象级人物，激励着无数人勇敢追梦，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从圆脸丫鬟到实力派标杆，赵丽颖走了整整18年。这18年，没有一帆风顺的资源起点，也没有显赫家庭背景的加持，有的只是她对表演始终如一的热爱和不服输的韧劲。很多人说她逆袭，但如果把这2个字拆开来看，其实是咬牙坚持、不懈精进的每一天累积出来的结果。赵丽颖不是一朝封神的奇迹，而是无数次跌倒后悄悄爬起、默默努力的范本。在娱乐圈这个看脸、看流量、看资本的地方，她靠的是扎实的表演基本功和不断自我超越的精神。从早期的陆贞传奇到奠定地位的花千骨，再到挑战不同类型角色的知否谁是凶手、幸福到万家，每一部作品都是她在打破外界对她的成见。尤其是被很多人贴上甜宠剧演员、偶像剧脸的标签之后，赵丽颖从没有被定型束缚住，她总是在悄无声息地做出改变，不张扬，却能让人记住。说她是内娱双标杆，
一是因为它代表了从底层杀出来的演员真实路径，二是他用行动证明了非科班、非高起点也可以凭借专业和毅力走到中心舞台。他的成长经历给予很多普通人以希望，不是每个人生来就在聚光灯下，但每个人都有资格通过努力让自己被看到。赵丽颖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稳，从不贪快、不争抢、不投机，但每一次亮相都让人刮目相看。她的逆袭是一种理智的进击，是属于后浪们最具共鸣的代表。与此同时，赵丽颖并没有被流量裹挟，她对待工作的态度一直十分务实，也从不靠过度曝光维持热度，而是凭借作品实实在在地说话。在当下娱乐圈浮躁、速成的风气中，她的沉稳和冷静反倒形成一种难得的气质反差。这种反差并不炫技，而是一种内核的笃定感。她在采访中说：“我不太会说漂亮话，但我很清楚我想要的是什么。”这句话某种程度上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她不靠嘴，而是靠演技、靠态度征服了观众。很多人认为赵丽颖的成功是一种弯道超车，但细想之下，这根本不是捷径，而是另外一条更难走的实力之路。她没有人脉加持，没有头部资源保驾护航，甚至在很多资源分配的第一轮中，她根本不会被列入考虑名单。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选择不断提升自己，把每一个机会都当做一次考试。所以当知否让她真正被业内认可，当幸福到万家让她走上主旋律舞台，当风吹半夏助她成功转型时，观众已经可以用敬佩而非惊讶来看待赵丽颖的成长了。更难得的是，她在爆红之后依然保持初心，不急功近利，不为迎合而迷失自我。在很多艺人都频频试图通过流量绑定换资源时，赵丽颖选择的却是单打独斗。她愿意花时间去揣摩人物的内在逻辑，也愿意为角色牺牲自己的外在形象。她不怕被误解，也不急于辩解，她只是让角色自己说话，用角色的分量对抗外界的轻视。如今，当我们回头再看那些早期不被看好的作品，反而会发现她从来没有演假的一场戏。她一直都在认真表演，认真生活。观众喜欢赵丽颖，不仅是因为她漂亮、敬业，更因为她的成功像极了我们每一个人理想中的自己。她没有高开高走，但她能低开高走。她没有一路顺风，但她总能稳扎稳打。她不是天赋型选手，但她靠努力填平了所有先天差距。这种奋斗模式，其实恰恰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写照。所以，当她成为标杆之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成功的女演员，更是一个在人生路上脚踏实地、永不退缩的榜样。而如今的她，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演员，更是女性力量的代言人。她在镜头前展现角色的多样，也在现实中为自己发声。无论是选择独自带娃，还是参与制作，还是对剧本提出建设性意见，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拓宽女性在娱乐行业的边界。赵丽颖的18年不是简单的演艺生涯，而是一段现代女性成长、坚强、自我实现的缩影。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对她说一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也终于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而对正在追梦的你我来说，从赵丽颖身上也许可以学到更多。别着急被世界定义，默默努力的每一分钟会被看见。做一个坚定的人，即使风大浪急，也不随波逐流。做一个清醒的人，即使无人喝彩，也不轻言放弃。赵丽颖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期待她带来更多角色的惊喜，也相信她的每一步都会走得越来越光亮。而你我的人生也该如此，坚持自我，努力成长，总有一天会用实力打破所有质疑，像她一样，用18年的坚持换来无可置疑的肯定。六边形战士王一博全面开花，舞台、演艺、运动样样顶尖。王一博不仅是舞台上的霸主，更是演技与运动的六边形战士。他用精准的舞步和细腻的表演征服观众，
以滑板和摩托车的速度诠释热爱、专注与坚持，让他在浮躁的娱乐圈脱颖而出，也启示我们在自己的领域深耕，终会闪闪发光。王一博，娱乐圈的六边形战士，到底啥魔力？宝子们，今天必须唠唠王一博，这名字一出，估计不少人心里咯噔一下，脑海里瞬间闪过他酷帅的模样。王一博，那可是内娱顶流，可他为啥能火得一塌糊涂，迷到万千粉丝呢？别急，且听我细细道来。你瞧王一博在舞台上，那简直就是舞台霸主。音乐一响，他的身体就像被注入电流，每个细胞都跟着节奏律动。他跳舞时，表情冷峻又专注，那眼神仿佛在说舞台就是我的天下。有次他在舞台上表演机械舞，动作干净利落，卡点精准的就像装了个智能芯片，每一下停顿、旋转都能让台下粉丝尖叫到破音。旁边的伴舞在他的光芒下都仿佛成了陪衬。我当时就想，这哪是跳舞，简直是在粉丝心上蹦迪啊！再看他演戏，那也是可圈可点。在《陈情令》里，他把蓝忘机这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刚开始，蓝忘机给人的感觉就是个冰块脸，话不多。可王一博通过一些细微的表情变化，比如微微皱眉、眼神的偶尔闪烁，就让我们看到了蓝忘机内心的波澜。有一场他得知好友魏无羡失踪后的戏，他表面依旧镇定，但紧握的拳头和泛红的眼眶，瞬间让观众感受到他内心的焦急与痛苦。这演技，就问还有谁？私下里，王一博还是个妥妥的酷哥，热爱各种酷炫的运动。他玩滑板时，像只敏捷的猎豹，在滑板上肆意穿梭，各种高难度动作信手拈来。玩摩托车更是厉害，直接参加专业比赛，在赛道上风驰电掣，那速度感觉都能和火箭发射有的一拼。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生态中，所谓流量易逝，作品长存逐渐成为行业共识，而王一博正是那个逆流而上，以实力筑牢根基的少数派。从最初站在舞台中央的偶像少年，到今天能在电影、电视、街舞、赛车等多个领域游刃有余的六边形战士，他的每一次转身，每一次突破，都不仅仅是对自我的挑战，更是一次对行业天花板的有力冲击。所谓全面开花，并不是泛泛的赞美，而是对他长期默默积淀与持续精进的最佳诠释。当年在创造101中的冷静点评，在这就是街舞中眼神杀式的沉稳指挥，再到无名风起洛阳追风者等作品中令人惊艳的角色转化，王一博的成长轨迹始终鲜明而坚定。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偶像，他的塑造路径明显更加立体，更具厚度。舞台上的他用力量和节奏征服观众，镜头前的他用角色和细节震撼观感，而现实生活中，他更是以赛车选手的身份，在真实赛道上为中国车队争光。这样一种能打的状态，既来自于日复一日的自律，也源自于对热爱的极致坚持。或许曾有人质疑，一个流量出身的艺人是否真的具备长远发展潜力？但王一博用实际行动给出了最有力的答案。他的成功不再只停留在榜单与话题层面，更逐渐转化为专业人士的认可、市场的反馈以及观众群体真实的情感粘性。他从未高调张扬自己的努力，但每一次亮相都能让人看到突破后的新高度。他用沉默代替炒作，用作品回应争议。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今天这位六边形战士，没有明显短板，反而每一面都在持续成长。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对待自己所投身的每一项事业都秉持着极致的专注与敬业态度。他在街舞节目中不眠不休的编排，在片场中吊威亚拍摄10几个小时不喊累，在赛车训练中一次次翻车也坚持归位，这些都不是虚构的宣传文案，而是他亲自经历过的点点滴滴。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看不见的付出，才换来了舞台上那一分一秒看得见的光芒。而观众之所以愿意为他停留，
不仅是被他的外形吸引，更是被他在每一个身份背后展现出的态度与专业所打动。从时尚界的三奢满贯代言人，到演艺圈公认的黑马演员，从全民热议的街舞导师，到在赛车赛道上驰骋夺冠的运动员，从偶像到艺人，再到公众人物的角色过渡，王一博一步步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华丽跃迁。这不是一夜之间的幸运，而是一场持久而坚定的长跑。他用安静发光的姿态，证明了偶像不该是被刻板标签所定义的符号，而是可以成为一种努力、勇气、追求极致的象征。而更让人动容的是，尽管身处光环之中，王一博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克制、不被外界干扰的心态。他从不迎合，也不讨好，而是始终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行。他选择的是一条不轻松、不热闹的路，但正因如此，才走出了独属于他自己的宽广天地。许多粉丝说，他是他们人生中最美的意外，因为他们开始学习街舞，尝试骑行，热爱上摄影，甚至坚定了努力生活的信念。这正是他个人魅力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一时点燃，而是长期陪伴。我们生活在一个素似偶像的时代，新人层出不穷，热搜来得快也消得快，但正是像王一博这样的人，才让我们意识到，真正有厚度、有未来的明星，必须靠作品、靠坚持、靠精神支柱来支撑。他不是最红的那个，却可能是走得最远的那个。哪怕话语少、镜头少、炒作少，但在真正属于他的平台上，他从未缺席。是的，他正在用行动诠释一个更深层次的理念，不混圈也能很牛。当我们再次看到王一博以街舞选手的姿态登场，以赛车冠军的身份领奖，以电影主角的方式霸屏影院，以时尚大使的气场出现在国际 T 台上，那种打破标签壁垒的冲击感，便不再令人惊讶。他本就不该被定义，他的每一次出现，都是一种新的可能。他代表的不是一个艺人所能到达的终点，而是新时代文娱融合、多元发展趋势下年轻力量的全新范本。最后，也想借这篇文字向所有关注王一博的朋友们说一声，正是你们持续不断的陪伴与守护，构成了他身后那道坚实的光。你们的鼓励与理解，或许他没有一一回应，但一定都默默收下，并化作了他不断前行的动力。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追逐，而是双向的成长。他在变强，你们也在变得更加坚定与勇敢。而未来这条路，或许还有风雨，但请你们继续相信，那个在舞台上发光的少年，会用更坚定的姿态，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王一博身上看到属于自己的影子，不迎合，不妥协，不设限。即使出发点普通，也可以通过努力在自己的领域里，成为一个真正六边形的你。因为成长的意义，不在于超越他人，而在于完成自我。而王一博，正是这样一位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敢者。我们为他喝彩，也为正在努力的每一个你深深祝福。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